一觉醒来，我卡里多了5个亿。一觉醒来，我卡里多了5个亿，是老板发给我的。我激动之下打电话给老板，一不小心嘴瓢脱口而出：“老公。”对方低声道：“只不过给你打了5个亿，这就叫我老公了。”一大早，我被短信提示音吵醒，迷迷糊糊拿起来看了一眼，顿时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。我卡里进账5个亿，转账人就是我的老板龚新锐。老板这是被绑架了吗？还是脑子抽了？怎么莫名其妙给我打5个亿？我颤颤巍巍地拨通了老板龚新锐的电话，电话一接通，我因为过分紧张，大着舌头道：“老公。”叫完我就想咬舌自尽，不能因为卡里进账5个亿，我就失去了原则，就叫老板老公吧。那边沉默半晌，怎么就给你打了5个亿？这就叫我老公了？我错了，爸爸，给你5分钟，我在楼下等你。霸总发言。我火速到了楼下，一辆劳斯莱斯停在门口，这车还是之前我陪着老板去订的。我站在车前，弓着腰说道：“老板早上好。”车内坐着一个面容清俊、气场强大的男人，他淡淡的扫了我一眼，薄唇微起：“坐进来。”我提心吊胆的坐了进去。从今天开始到下个月10号12点之前，你必须花完我给的5个亿。老板言简意赅。他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别问为什么，你只管花钱，就是如果你完成不了任务。”他眸子微微一眯，提头来见。我摸了摸脖子，打了个寒战。5个亿呀，可不是1万块。我一个小屁民，哪里见过这么多钱？要怎么花，我还真的毫无头绪。我小心翼翼提建议：“可以买房吗？”他摇头：“不行，买房无效。那买股票，购买股票无效。那……”老板似乎被我问烦了，直接甩给我一份文件。我打开看了一眼，顿时垮起一张逼脸，上面一堆废话，但精华只有一句：我不能用这5个亿产生自己的私人财产，不能捐赠，这不是为难人吗？老板，那我该怎么办？龚新锐很无情，我只负责给钱，剩下的你自己想办法。老板给我放了1个月假期，这个月内我的工作任务就是花完5个亿，卡里余额有1毛都不行。我发微信跟闺蜜求助：“亲爱的，我该怎么花钱？花啥钱啊？你那卡里就5块3毛2的人，买个煎饼果子都不能加鸡蛋。”我沉默了一下，现在我卡里的钱可能可以买下全世界的煎饼果子摊。闺蜜，你稳住，我告诉你一件事，我有5个亿。闺蜜，大白天做什么梦呢？我把银行卡截图给她看，5分钟之后，闺蜜才回复：“小样，你还学会 PS 了？今天不是愚人节啊，姐姐。”我没骗你，我真的有5个亿。闺蜜到我家打了银行的电话，确认了我并不是说谎之后，看我的眼神不一样了。我感觉她双眼写着富婆范，现在有一份工作放在你面前，你愿意做吗？我举起手：“我给你开这个价。”闺蜜：1月5000。我回答：1个月500万。闺蜜差点没撅过去，回过神来后握住我的手：“姐妹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衣食父母了。”我当场就给闺蜜转了500万过去，顺便签了合同，因为我花多少钱，怎么花的钱都必须有出处。闺蜜离开之后，我正准备洗澡，躺床上好好合计该怎么继续花钱的时候，龚新锐打来电话：“今天怎么才花了500万？”才，老板，我明天继续努力。他沉默了下，耐着性子问我：“你今天做了什么？”我老老实实交代，他那段语气似有些放松：“看来你跟在我身边多年，还不至于蠢钝如猪，知道另辟蹊径，继续加油。”第二天，闺蜜兴匆匆打电话过来，我想到一个花钱的好办法。做什么？租游艇，豪华游艇，你们上过没有？我上过，跟着老板。当时老板应邀参加一个什么游艇 party， 我随同看着奢侈无比的游艇，我嘴巴张得可以塞下一个鸭蛋，不经意问老板：“这艘游艇得多少钱啊？”老板淡淡回道：“大概1个多亿，买下一艘游艇要1个多亿。那租游艇该花多少钱？”游艇负责人上下打量了我和闺蜜一眼，有些不屑：“我们旗下的游艇，即便要租人，也是有审核标准的。”审核标准是什么？我闺蜜小心翼翼问。游艇负责人冷哼一声：“验资最低1000万。”我将手机递给他看，游艇负责人的脸瞬间绿了，态度180度大转变。哎呀，一看你就是哪家千金大小姐，这气质！你们想租游艇开生日 party 对吧？我介绍给你们。我摆摆手：“不用了。你们租金最高多少一天？30万一天，太少了。要不50万一天，我租10天。”游艇负责人不敢置信：“50万，嫌太少，那再加10万一天。”顺利成交。签完租赁合同之后，我拿着合同，十分忧愁，花钱好累啊。
闺蜜给我竖起大拇哥。以前觉得你唯唯诺诺，跟个小鸡崽子似的，没想到你花起钱来霸气侧漏。我也不想啊。昨晚我做了一个梦，梦到我1个月还没花完5个亿，老板拿着一把菜刀，阴恻恻地看着我，说如果我花不完钱，就要将我凌迟处死。我哭着醒来的，看了一下卡里的余额，我哭得更大声了，得加快速度花钱了。我刚把钱划过去，老板就打电话过来了。你做什么了？我怀疑老板整天没事干，就盯着我了。没什么，我一定按照合同上说的，本本分分花钱。您别担心，我让闺蜜去联系高中同学，准备开 party。闺蜜联系了一堆同学，结果一堆人不信，觉得我是在开玩笑。闺蜜问我怎么办，我沉吟了一下，你就说来的人每个人都有10万块红包。闺蜜不懂我的操作，这还我的助理呢。我解释，今天我生日，他们来参加我的生日宴，每个人随礼50，我总得回个礼吧。闺蜜给我竖大拇指，你这思维真是清奇。翌日，我看着乌压压的一群人，抽了抽嘴角，问闺蜜，我记得咱们班也就50个人吧，这是不是有点多了？闺蜜笑，同校也一样啊。我点头，随便吧，反正多多益善，多一个人我就能多花10万出去，值了。你统计一下人数，待会给他们发红包。闺蜜拍胸脯，看着凡尔赛的语气包在我身上。晚上游艇灯火通明，热闹非凡。我端着一杯香槟，站在甲板上望着远方，长叹一声，以前只知道赚钱很难，现在才知道花钱更难，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出来，土包子再包装都还是土包子，装什么13呢？这熟悉的声音，我回头看到了我高中时代的死对头林薇薇。林薇薇家里有钱，在班上是众星捧月的存在，而她最看不起的就是我这种穷人，所以隔三差五欺负我，有时候把我堵厕所，有时候撕我试卷，有时候把我书包扔水里，我都一一忍下了。因为我妈说，孩子，我们家什么靠山都没有，咱们从农村来的，忍一忍，好好读书才是最重要的。我能怎么办？忍无可忍，从头再忍。但我的忍耐换来的是林薇薇的变本加厉。闺蜜怎么把这瘟神请来了？怎么了？买彩票中奖了？我斜眼看她，对呀，你嫉妒。我打量了一下她，不经意道，你手镯不便宜吧？她骄傲得像一只孔雀。当然，我这手镯可是限量版，不好意思，我手上也有一个，只不过是正版。当然，我是租的，可是租1天的费用也足够买下这个手镯了。心痛，就像刚喝了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汽水，透心凉，心飞扬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这又不是花我自己的钱，心痛个毛线啊！我故意转了转手腕，手怎么这么酸呢？我闺蜜适时出现，哎呀，怎么有2个一模一样的手镯？闺蜜的大嗓门引来了一堆围观者。我做无辜状，我不知道啊，会不会我这个是假的？我前段时间坐私人飞机去拿的时候，小姐姐跟我说，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闺蜜和我一唱一和，高仿你懂不懂？众人眼不瞎，真品和假的一看便知。在众人的唾弃之下，林薇薇夹着尾巴逃走了。我估摸着她应该有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出现在众人面前了吧。花几千万报了仇，也算值了。至于我为什么会戴这个手镯，巧合那是不可能的。要不是提前打听好，我会花大力气整这一出。当年她如何羞辱我，我现在就要让她如何在大庭广众之下出糗。笑得那么开心，是捡到钱了吗？一道熟悉的声音出现在不远处，这声音我头皮一紧。龚新瑞自黑暗中走了出来，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就为了炫耀，你花几千万租个手镯，完犊子，他来算账了吗？不是说了5亿随便我花吗？怎么还来秋后算账呢？老板晚上好。他打量了一下四周，嘴角微微勾起，这就是你花钱的方式。林之念，我对你刮目相看啊，以前唯唯诺诺，抠抠搜搜，现在有5个亿，整个人都飘了。我嘴瓢，都是老板惯得好。他斜我一眼，我赶紧改口，不，老板，我是在努力花钱，不辜负你的期望。他静静地看着我，而后说道，那手镯记得别磕着碰着，用完了记得还回去。渣。见龚新瑞没有走的趋势，我笑容有点僵硬。老板，很晚了。他点头，我知道还不快走，还要我留你睡觉吗？那老板，晚安。我已经暗示得如此明显了。老板做作地打了个哈欠，是很晚了，带我去休息吧。我整一个实话，您要在游艇过夜。他微笑，怎么了？我随礼50块了，还送了礼物给你过生日，没资格在游艇过夜吗？哦，待会记得给我发10万块红包。我欲哭无泪，
别了，我的小鲜肉们，本来还想和小奶狗们好好蹦迪一晚上，现在全部化成了海里的泡沫。我怎么觉得你有点失望的样子？龚新瑞好整以暇地看着我，我干笑。哪里，老板能来参加我的生日宴，简直是我的荣幸。马屁精，他白了我一眼。我包了10天的游艇，但我不可能天天在游艇上夜夜笙歌，因为我得抓紧花钱。闺蜜处理完游艇的事情，大包小包地跟着我上私人飞机。这是我闺蜜第一次坐私人飞机，兴奋得像个大猩猩，而我已经习以为常。不过以前都是我伺候老板，现在是别人伺候我。前半生我旅游都是靠公司团建，什么巴厘岛，什么马尔代夫，什么普罗旺斯，对我来说就是钱。但现在我们包着司机，将想玩的地方全部玩了一遍，享受的都是最高的待遇，住的是总统套房，吃的是珍馐美食，但玩过之后就是浓浓的空虚感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体验？小时候想吃雪糕，每天心心念念，甚至为了吃上雪糕，不惜头悬梁锥刺股的考100分。可真的吃到之后，感觉也就那样。我躺在柔软的床上，问闺蜜，我们现在花了多少钱？满打满算花了2000万。我捂脸长叹一声，花钱为什么这么难啊？龚新瑞也来催进度，而且他不是打电话，而是亲自来催。我晚上睡不着，打算借着月光好好思考怎么继续花钱。结果老板已经占了最佳位置，看到那道修长的身影，我傻了。老，他转过身，清辉落在他身上，光影中那双黑眸若吸了黑夜，让人看不透情绪。我才30，还不老。他说，你不会一直跟踪我吧？他淡淡道，我还不至于这么无聊，来出差顺便观察一下你花钱的进度。不过你花钱的速度实在太慢了，还有不到20天时间，提醒你一下，你还有4亿多没花出去。脑壳疼，我忍不住了。老板，为什么你非要给我5个亿，让我1个月花完，而且这么多条条框框？你是在玩什么游戏吗？他抿了抿嘴唇，别问太多。总之，我给你的钱是干净的，你安心花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其实他那么有钱，5亿对他来说不过凤毛麟角。老板，花钱好累啊。我不自觉和他吐槽，他眼里似有星光，也不似平日那么严厉。我看你花钱花得挺开心的，格局放大一点。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除了玩，你还可以做一点其他的事情。我抚至心灵。老板，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养小仙？他眼神变得极度危险，声音像是从齿缝逼出来的。你可以试试看。我缩了缩脖子，我只不过开个玩笑，干嘛一副要把我剁碎了喂狗的样子？他吃哪门子醋吗？不过他的话提醒了我，吃喝喝玩玩，再烧钱速度也慢得很。我为什么不投资电影呢？一下子出手几个亿，岂不快哉？翌日我便回去，带上玩疯了的闺蜜。知道我要投资电影，闺蜜有些担心。你老板不是说这5亿不能产生自己的财产吗？你傻啊？我可以投资电影，但这电影不一定赚钱啊。闺蜜，找一堆没演技的木头脸小鲜肉，找一个用脚写剧本的编剧，再拉一个脑残毫无审美的导演，再找几个垃圾投资商，这不齐活了？分分钟被骂烂剧，电影亏得裤衩都没有，我还哪来的分红？不得抱着马桶哭？闺蜜给我竖起大拇指，你的脑回路真是清奇，说干就干。我马上让闺蜜去联系人，最近刚好有一个导演想找人投资一部电影，这导演我知道，我看过他的电影，用一句话形容他导的电影，狗看了都摇头。我当时在电影院看完他的电影，出来的时候扇了自己2巴掌。我这电影票的钱拿去撸串不爽吗？我喜滋滋，快约个时间，我要见他。翌日我俩约在别墅我租的。见我一副暴发户的样子，导演笑得可谄媚了。您真的要投资我的电影吗？当然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你一定要竭尽所能拍好电影。小的不，只有他竭尽所能，才能拍出独一无二的烂剧。那您投资多少？4个亿，够了吗？导演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烂片导演有了，接下来就是编剧和演员了。我要求亲自选演员和编剧。导演二话不说点头。电影主角海选那天，我看着一水的小鲜肉，眼睛都要花了。这是我不花钱就能看的吗？闺蜜在一旁吐槽，你都花了4个亿了亲。一个个小鲜肉使出18般才艺，展现自己的演技。最终我选择了一个长得一言难尽，气质油腻不已，演技堪忧的男明星。其他人不服，甚至有几个堵在门口要问个明白，他那么丑，怎么就选他了？演技烂的和机器人有的一比。老板，你眼睛是不是瞎了？而且那么油腻，他风评还差，居然找他。我看着下面不服者呱呱叫，微笑。你们真觉得这样？众人齐刷刷点头。我打了个响指，
那说明我选对了。男主角敲定之后，就是女主角了。据我多年看剧经验，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成功与否，是和男女主 CP 感直接挂钩。CP 感强的男女主，直接会让一部电影坐火箭起飞。相反，我找的女主角和男女主角站在一起，别人都会问一句：这俩人是上辈子杀了对方父母吗？导演见我敲定演员，有些担忧。我感觉这两人很棒，是不是？我说导演在金钱的压力下，违心的点点头。您说的对，我又确定了编剧。这编剧有3大优点：立人设立的和狗屎一样，剧情写的和呕吐物一样，台词写的和开玩笑一样。线下烂剧3大要素完成了，随时准备开拍。4个亿的电影已经算是大制作了，算上拍戏的时间、制作、审核、上映，满打满算，没有1年半载下不来，这钱就等于打水漂了。龚新瑞知道这件事之后，连夜到我租的别墅，把我从床上挖起来，然后握着我的肩膀开始摇晃。林之念，你是智障吗？电影投资要1年半载，我是不是说过1个月内花完5个亿？看着老板怒不可遏的脸，我颤音：老板，不是您说的，只要不产生自己的财产就可以了吗？你违规了。龚新瑞放开我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我以为你靠得住，不是到底咋回事啊？林之念，因为你，我很有可能失去继承公司的资格。他一字一句道。此时我才知道，龚新瑞为什么给我5个亿，这是他爷爷的一个游戏，游戏玩家就是龚新瑞和他的堂哥，2个人分别找人花钱，比谁在1个月快速花完5个亿，前提是不产生属于自己的财产，否则便是输方。所以我间接导致老板失去继承人的资格了吗？完犊子，这下他可不是把我剁成肉酱喂狗了，很有可能把我吃下去拉出来都不解恨了。你让你打开格局，你就这么打开。我缩着脖子，老板，你打我吧，只要你能出气。我闭着眼睛，等着他的巴掌抡下，可等了许久，再抬头，却见他的手高高举起，却又轻轻放在我的头顶上。他长叹一声，语气有着认命感：我怪你什么呢？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诧异地望向龚新瑞，在我的印象里头，他一直一板一眼，严肃冷冽。做他的助理，我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像我今天犯了这么大一个错误，他竟然不打我不骂我，他这是被外星人附身了。我们冷静下来，用放大镜将合同再看了一遍。合约上并没有明确指出不能投资电影，但是不能产生效益，也就是私人财产，有的就是时间问题。1个月花完5个亿，我是花出去了，但电影至少得1年才能看出后续。龚新瑞说他想办法。翌日，他告诉我，我堂哥被3镇出局了，但我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爷爷给我一个机会，如果1年后电影亏钱，我就可以顺利继承公司。我松了口气，看来他爷爷放水了，那我这边更不能拖后腿。这段时间我天天蹲剧组，导演拍完一场戏凑过来说道：林总，您其实不用天天来剧组，这天多热呢，我把关着呢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我得把关你拍的有多烂，我才放心啊。刚刚男主那个表情不对，太深情了，他是个杀手，表情应该冷得像超市杀了10几年鱼的师傅一样冷酷。导演立马屁颠去改，我又去找编剧，你这剧情编得不对，你想表达男主对女主的深情，所以男主宁愿自杀也不愿意说出女主藏身之处，为何不换个方式呢？编剧虚心求教，男主死也不告诉敌人女主藏身之处，然后扭头就去找女主，接着敌人找来，男女主一起跳崖。编剧醍醐灌顶：您天生是编剧啊。我天生个啥啊？只不过看了太多脑残弱智剧了，信手拈来而已。在我干扰和魔改下，我敢保证，这部电影出来之后，绝对会被广大网友骂成一坨屎。想到我赔的裤衩都没有，我不自觉笑出声了。我问导演，还要多久拍完？您放心，我们不会赶工，至少还得1个月。不行，得加快进度，得赶在暑假放映，差不多一遍过明白。导演连连点头。就这样，需要1个月拍完的戏，半个月就拍完了。后期制作开始，特效师请哪里的？我问，负责人报了名字，他们团队太烂了，换个团队。没事，咱们钱多，国际最顶尖的特效团队骂骂咧咧的走了。剪辑师找好了吗？找好了，是 XX。我摇摇头，不行，我给你介绍一个剪辑团队，保证分钟把剧情剪得稀碎。啊，对了，配音改成男女主角原音吧，最好带着家乡口音的那种，比较有特色。负责人还没说完的话被我压了下去。1年之后，电影顺利上映，我喜滋滋地邀请龚新瑞去看电影。龚新瑞一身黑色高定西装，英俊非凡，气质出众，在人挤人的电影院，他就是一朵特立独行的牡丹花朵。
请我看烂剧，你还这么高兴？我左手拿着爆米花，右手拿着汽水，笑嘻嘻道：这可是我人生中第一部投资的电影，也是我从头指导到脚的电影。我当然高兴了，最高兴的时候，到时候看着电影评分3分以下，烂番茄指数超过99，票房惨淡到被人骂到关停，笑不露齿。老板坐在我旁边，说道：我赶紧闭嘴，老脸有点红。电影院的灯暗下，视觉暂时出现短暂的黑暗，在这黑暗中，龚新瑞的声音徐徐传来：其实你笑得挺好看。巨大的荧幕亮起，我诧异地望向他，可某人已经眼观鼻，鼻观心，认真望着大银幕，仿佛刚刚说话的人不是他。这一本正经的样子，是我想多了。电影开始了，我兴奋地拉了拉老板的手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这里面可倾注了我的心血。你看我为了盯剧组进度，都晒成咸鱼干了。龚新瑞并没有抽回自己的手，而是眸光微温地看着我。是啊，你呕心沥血的让这部电影能更烂一点，辛苦你了。老板，我这还不是为了你吗？如果这电影不赔钱，你就没法继承你爷爷的公司。孰轻孰重，我还是懂的。你不怕被骂吗？龚新瑞轻声问我。我摇摇头，不怕。他挑眉，我嘻嘻哈哈，骂就骂，反正骂了我也不会少一块肉。你说是不是？龚新瑞静静地看着我，我还挺羡慕你的豁达。这不是豁达，这是佛系，或者用一点时尚的词来说，就是纯摆烂。老板，你给了我5个亿，让我随便花，我能不豁达吗？谢谢你让我体验了一把有钱人的生活，虽然短暂，但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这1个月中，我该享受的也享受过了，该打脸也打过了，甚至自己还做了一回老板，人生足矣。龚新瑞轻声道：如果有个机会能让你过一辈子有钱人的生活，你愿意吗？我吃惊，还有这等好事？老板你快说，什么机会？龚新瑞抿了抿嘴唇，骂了句笨蛋，便扭头去看电影了。不告诉我发家致富的办法，还骂我笨蛋，偷搜的老板。我耐着性子看完整部电影，结束之后，我问龚新瑞：老板，啥感觉？他一言难尽地看着我：你以后从我这里辞职了，可千万不要进入电影圈，你简直就是毒药。我放心了。电影院一群观众也骂骂咧咧地离开，说浪费票钱。老板，这下我要赔的裤衩都没有了。我笑容绽放：你本来也没裤衩。老板冲我一笑，迈着大长腿率先走去。我本来以为这电影会被骂到退圈下映，可我看着每天疯涨的票房以及好评，我焦虑的都要把自己的头发拔光了。现在每天的票房成倍增长，已经朝着10亿迈进。10亿代表我已经收回成本了。我抓着手机，欲哭无泪。群众眼睛是瞎了吗？这么难看的电影还前仆后继去看。闺蜜给我分析理由：第一，最近国外都没有大片引进，这部电影一枝独秀。然后现在是暑期档，放假的孩子比较多。接着，你不觉得这部电影还挺好看的吗？闺蜜兴奋：哇，哪里好看了？我和龚新瑞看完之后，回去都决定洗一洗眼睛了，好吗？这部电影有好几个特色，一个是特效，不觉得这个特效有种新白娘子传奇的感觉吗？估摸着引起广大群众的童年回忆了。还有男女主不用配音，自己用家乡话配音，十分接地气，还挺逗趣。对了，这剧情也是相当沙雕和不按套路出牌，比如男主角前一刻说死，也不会告诉坏人女主藏身之处，下一刻就去找女主了。我眼含热泪，求你别说了，让我静静。我去看了评论，几万评论中，大概就是这部电影虽然烂，但烂得清新脱俗。有个评论说道：如何形容这部电影？就好像榴莲臭豆腐螺蛳粉鲱鱼罐头放在一个锅里煮，结果反而煮出了一道独特气味的佳肴。佳肴，我笑得比哭还难看，眼睁睁看着票房从10亿抵达15亿、20亿、45亿。闺蜜每天在我耳边吼：林之念，你要发财了。我有气无力地看着她，发财不发财不要紧，我觉得我小命快丢了。老板给我5个亿，让我花完，结果我给他赚了几十亿。龚新瑞亲自找到我家，我已经准备好搓衣板、榴莲、键盘、方便面。我十分诚恳：老板，要跪什么？你选一个，我绝不会有怨言。旁边还有狼牙棒和棒球棍，还有金条，你随便选择一个抽我。龚新瑞俊脸微沉：在你眼里，我就是这么一个不讲理的人吗？当然不是，可我现在害你失去了继承公司的资格，你杀了我都不足以泄愤吧？他叹了口气：林之念，你真是一头猪。对，我是猪，一头自以为是的大傻猪。当时我就不应该插手，让导演、编剧、演员自行发挥。
我手贱个什么劲儿啊？龚新瑞擦过我，坐在沙发上，悠悠然道：“给我倒杯水。”老板，怎么？我都破产了，你连一杯水都不给我？我麻溜去倒水。龚新瑞告诉我，他爷爷不会给他第3次机会，所以继承公司这件事就别想了。我眼泪都快飙出来了。可你堂哥被关进去了，你们家不就你和他2个男孙？你们不继承谁继承？龚新瑞好整以暇地看着我。有人规定一定要是男孙继承公司吗？我愿赌服输，我不后悔。龚新瑞拍拍我的脑袋，何况我们也并没有输到底，还有翻盘机会。我知道龚新瑞说的翻盘机会是什么，几十亿的票房分账可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但是比起他爷爷的家族企业，那确实没得比。老板，你重新创业，我能做你第1个员工吗？我眼巴巴地看着他，我怕他觉得我是灾星，从此与我恩断义绝。当然，成立新公司，这些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的事情，你不做谁做？当我没说，开个玩笑。现在你可是大股东。他笑盈盈看着我，说干就干，我来选公司位置。龚新瑞去摇人，导演见自己的电影赚得盆满钵满，再来问我，林总，我这里有个新的电影提案，你有没有兴趣？还真没兴趣，这种老天瞎了眼的机会只有1次。不了，最近不想搞电影了，我想涉猎一下 AI 这方面。我并没有胡说八道，龚新瑞的确要朝着这方面发展。他爷爷的公司是传统的制造业，稳扎稳打，但龚新瑞并不喜欢这行业，他想换个思路。晚上吃盒饭的时候，我盯着老板盒饭里的鸡腿，两眼发光。他还在滔滔不绝，一抬头见我眼巴巴看着他，他轻咳一声，俊脸微红。你一直盯着我做什么？我舔了舔嘴唇。老板，你的鸡腿看着好漂亮。龚新瑞俊脸一黑，哪儿凉快哪儿去。我期期艾艾的离他远一点。过来。他没好气的招招手，我又战战兢兢走到他跟前，大鸡腿啪的放我碗里，吃吧，撑不死你。龚新瑞口吐芬芳。老板，现在我们公司搞好了，员工也正在招聘了，接下来还要做什么？干就完事了。他看着我，跟你一样，没有计划才是最好的计划。我发现龚新瑞确实不一样了。之前他在他爷爷公司下工作，基本按部就班，每天演着霸道总裁的戏份，很积极很认真，但总缺了一点什么。可现在我能感受到他身体里的那股子热血和激情，刺激的我也恨不得起床绕着操场跑10圈。创业初始很艰难，尤其我们钻研智能这一方向，十分烧钱。问题是烧钱了未必有回报。龚新瑞招揽了一批研究人员，其中一个小胖子信誓旦旦道，我这项技术研发出来将是革命性创新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我和老板无视他的废话。多少钱？保守估计10个亿。10个亿对曾经的龚新瑞来说不过9牛1毛，但现在我们1分钱得分成2半花，因为我们没有后盾和靠山了。如果失败，可能这个游戏就真的 game over 了。我望向龚新瑞，做不做？他点头，做。不做什么机会都没有，做了还有无限可能呢，包括失败。每天龚新瑞都在实验室泡1天。做一个公司的老板，他其实没必要事必躬亲，但他是说自己并不累。现在的他才是真正活着。我每天给他带饭，做好吃的，顺便也给小胖子做一份，毕竟他手里可掌握着我们公司的未来。闺蜜说，你俩这算不算是夫妻创业？夫妻？我老脸一红。我和龚新瑞可清清白白。好吧，也算不上清白，因为无数次加班在公司过夜的时候，我和龚新瑞可都是打着地铺，面对面睡觉着。你乱说什么？我和他清清白白。你赚了几十亿，没有拿着钱去独自潇洒，而是把这些钱拿出来给他创业，每天累得和狗一样。你说这还不是真爱？虽然说我赚了几十亿，但5亿的启动资金是他的。姐妹，你的心可没有你的嘴那么硬。闺蜜丢下一句话。晚上加班，我给龚新瑞送夜宵，他和小胖子正在讨论实验，见我过来，他立马止住，朝我走来。怎么这么晚还过来？那什么，老板，我有话想问你。我心里惴惴不安，但表面依然十分淡定。你问。我深吸口气。龚新瑞，你……他挑眉。你确定这个研究会成功吗？他眼里原本溢满期待，这会儿眼里的光芒似被风吹灭了，但他很快笑笑，当然，相信我们，意外总是不期而至。研究快要成功的时候，实验室突然起火，所有材料都被烧个精光。龚新瑞一晚上没睡觉，和小胖子能抢救就抢救，可有用的资料差不多都没了。我彻夜未眠。翌日一早，我去找龚新瑞，显然他彻夜未眠，俊脸一片憔悴。我看着他这样子，
十分心疼。老板，他请我进屋，他给我倒了一杯水，还放了一张卡在我面前。我不解，这里头是5000万，是我所有的身家。对不起林之念，我本来想回报你100亿，结果只能给你这些。他自嘲一笑，你当初就不该帮我，拿着几十亿潇洒一辈子，做不到。我握着杯子打断他的话，他望着我，我舔了舔嘴唇，一字一句道，因为我喜欢你，所以我做不到独自潇洒。龚新锐，看着你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创业，我觉得你帅得惨绝人寰，我都怕自己配不上你，所以迟迟不敢和你表白。你，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我自嘲一笑，现在看来，你对我并不了解，觉得我并不能和你同甘苦共患难。林之念，5000万我不要，我本来1分钱都没有。我放下水杯，憋着泪打开门，结果和门外的小胖子撞一个正着，我被他撞地摔倒在地，四脚朝天，好不优雅。龚新锐急忙扶起我，你没事吧？小胖子一脸抱歉，但他还是难掩兴奋。老板，我有了。我和龚新锐看着他的肚子，你一个大男人有了。小胖子无视我们八卦的眼神，兴奋道，虽然实验室的数据烧毁了，但我之前在家里做了一个初始模拟，后来模拟被我小侄子拿去了。你小侄子几岁？3岁。我，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开干啊！7年后，瑞念集团市值突破8000亿，龚新锐的身价水涨船高。龚爷爷交代给外孙女的家族企业，给他拜得七零八落。几天前，他还来求助龚新锐，表哥，看在我是你表妹的份上，求你帮帮我吧。我还记得当时龚新锐的表现，他笑意不达眼底。现在知道来求我了，当初害我和堂哥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今天？是的。当初给龚爷爷出主意，让龚爷爷给出10个亿，让龚新锐和他堂哥比赛的人，就是他，赵田宁。甜美的外表，却有一颗恶毒的野心。当初知道龚新锐有可能死而复生，便在我投资的电影上做了手脚。他用造势将一部烂电影捧到了几十亿的票房。不过，当初也要感激你，如果不是你的帮忙，林之念投资的电影也不会赚到几十亿，更不会让我逆风翻盘。有一说一，我的确要帮你一把，是不是？赵田宁如释重负一笑，但我帮的是公司，不是你。最终，赵田宁成了阶下囚，龚爷爷已经去世了，龚新锐还是帮了龚爷爷的公司一把，并将公司交给了他的堂哥。他堂哥说，我觉得还缺一件事。他笑着看我们，咱家很久没办喜事了，龚新锐和我求婚了，略过了恋爱，直接一步到位。我看着他单膝跪在地上，努努嘴，现在才和我求婚，会不会太晚了一点？不晚。龚新锐笑眯眯道，还记得我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，我说过什么话吗？我当然记得，他说过，如果有个机会让我过一辈子有钱人的生活，我愿意吗？那我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富婆了吗？以前他给我5亿，让我1个月花完，还不能产生自己的私人财产，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。他又变魔术的掏出手镯，那是当年我在游艇上为了装逼租来的，现在他真正属于你了。龚新锐一字一句道。我眨了眨眼，其实你将手镯还回去的当天，我就买下来了。龚新锐老实交代，一个手镯几千万，他还真的敢。因为我发现你是真的喜欢。他有些害羞，这是我第一次送礼物给自己喜欢的女孩。他紧张，你怎么说？我笑眯眯知道，戒指和手镯我全都要。龚新锐愣了下，将我抱起转圈，小心手镯，几千万呢？我叫几千万而已，咱们有的是钱，以后随便你买。他在我耳边说，我和龚新锐举办了盛大的婚礼，证婚人是他堂哥，至于公司的大功臣小胖子，本名陈宝宝，已经是我闺蜜的老公了。这2人在我眼皮子底下看对眼，爱的荷尔蒙都快闪瞎我的眼睛了。现在闺蜜已经怀孕。婚礼结束之后，我和龚新锐去度蜜月，我问他，当初为什么会把5亿交给我来花？你这是把你的人生都赌在我身上了。没什么，就觉得反正输赢我都认了，反正我只信任你，我只信任你。这应该是最朴实无华也最动听的情话了。以前口误叫你老公，现在我可以光明正大叫你老公了。是老公还是老公？他竟然还玩谐音梗。都有，咱们是夫妻，也是战略伙伴，往后余生请多多指教。那当然，亲爱的老婆，